每天一点心理学，了解自己，看见他人。你好，这里是心灵时空。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，寒暄好尴尬呀，我该怎么做？说起社恐，有这么一部分人之所以害怕社交，其实是因为他们讨厌在社交场合不得不经历的尴尬的寒暄。比如说，你和认识但不那么熟悉的邻居同乘一台电梯，为了避免尴尬的沉默，你只能开启一些无关痛痒的话题，聊聊天气，聊聊交通情况，说说早饭吃没吃等等。然而，你好不容易开启了一个话题，没说三两句就又回归了沉默。你也不知道要继续推进这个对话还是结束，又或者是要再找一个话题。然后你们就这样相顾无言，期待电梯赶紧到达。这种场景是不是想想就很窒息？所以很多人宁愿一个人待着，也不要出去社交。在他们看来，绞尽脑汁的和不熟悉的人谈论一些毫无意义的话题，不仅浪费了时间，还消耗自己的人际交往的精力，实在是得不偿失。但其实这种想法误解了与人寒暄的意义。波兰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·曼林诺夫斯基曾指出，寒暄的主要功能其实并不在于交谈内容上的有用或者有趣，它更多的在于建立一些社会性的连结，是用一些简单温情的交流方式来判断对方的处境、心情、性格等等，继而再确定对方是否值得你去开展深入的交往。当你觉得可以和对方进行深入交流的时候，就可以通过玩笑幽默、自我暴露、话题延伸等方式来拓展话题的内容，推进你们的关系。此外，与人寒暄还可以锻炼我们思维的灵活性和对不确定性的容忍度。和没有那么熟悉的人对话，我们是很难完全把控谈话内容的。你不熟悉对方的思维方式，对方的回应也可能会完全超出你的预判，可能让你们的对话更加有趣，也有可能让你们的对话戛然而止。为了不让双方回归到尴尬的氛围，你就需要根据对话的发展方向做出调整。一来二去，你的思维方式当然也会得到锻炼。那么，我们该如何开展一段有效的寒暄呢？第一，从谈论热点开始。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和不熟悉的人闲聊，可以先从一些大家都知道的时事、热点话题开始。以时事为话题，既不会触及到对方的隐私，也不存在价值观、利益等多方面的冲突，不会引起他人的排斥，而且还是大家都感兴趣的。比如前段时间新闻常常报道的猴痘话题。如果你在电梯间遇到了邻居，那就不必尴尬地问对方吃了没，今天天气挺好的等等一些话题。你完全可以用猴痘和天花的话题来和对方展开交流。如果对方是40岁以上的人群，还可以询问对方有没有打过天花疫苗等等。即使对方不知道这个事情，你也可以和对方科普一番，不用没事找事硬聊。第二，观察对方的情况。除了谈论热点话题以外，我们还可以根据对方的情况来展开话题，这样更容易打开对方的话匣子。比如对方是带着孩子一起，那可以多聊聊孩子，问问孩子的课外活动，上几年级了，哪个学校等等。对方回复你时，你要保持认可、赞许的态度去倾听，让对方感觉到你对他的倾诉是有兴趣的，这样可以迅速拉近你们之间的距离。如果对方是一个穿着讲究、妆容精致的女性，那对方的发型、衣服、配饰都可以成为你们之间的话题。不过要注意，你在谈论对方的穿着打扮时，要以夸赞为主，而且夸赞的点越细致越好，这样能够更好地戳中对方。第三，找到共同点。以你们之间的共同点为对话切入点，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。比如你和对方的住址都距离公司较远，通勤不是很便利，每天早上都要很早出门，
那么你就可以以通勤时间过长的痛苦为切入点，和对方闲聊。在这个闲聊的过程中，也可以进行适当的自我暴露，谈论一些自己出门前要做的准备，在路上会遇到的一些事情等等，来拉近彼此的距离。与人寒暄并不一定就是无趣、没有意义、不真诚的。如果你仔细留意生活，你会发现身边的很多感情其实都是从一些小的对话开启的。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些寒暄当作感情的入场券，这样你或许能更好地欣赏它的价值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内容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心灵时空，